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咱们今天说一下这个鸢尾啊，也叫爱丽丝。这个爱丽丝呢是一个冬春季节的花，只有冬春季节才有。基本上它跟这个郁金香是同一个季节的花。咱们说到这个爱丽丝以后呢，咱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的情况啊。首先呢，这个叶子啊，花的叶子和这个最上面两个应该说是花萼吧，就是包住这个花苞的这部分啊，应该是绿色的颜色。如果说这个颜色已经发黄、枯萎，甚至有点那种收缩的感觉，然后呢，花瓣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花瓣呢应该是一种很紧实、很规整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你收到花的话，这个花萼包括叶子啊，发黄的比较厉害，萎缩的比较厉害，这个花瓣的边缘已经开始收缩。就是蔫尾这种情况下啊，我们要当时拍照，马上找那个商家售后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有可能这个鸢尾可能会吸不上水哈。这个鸢尾呢，吸水能力比较强，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开放速度比较快，它受环境影响很大啊。如果环境温度很高的话，它开放速度呢就会比较快。所以说这个鸢尾咱们的关键词呢就是低温啊，咱们就是尽量把鸢尾放在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地方，这样的话能保持一个比较长的花期。这个鸢尾啊，因为它开放速度比较快，所以说咱们如果脱水情况不是很严重的话，咱们不要做醒花处理。如果说它比较软，花瓣比较软蔫软的话，需要醒花处理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用硬纸包裹一下这花头，剪下根做醒花处理。一般情况下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啊，恢复以后咱们就拿出来现插就可以。这个鸢尾呢是一种球根类花材。首先啊，这个花皮一定要用那个8次消毒液清水冲洗干净，彻底清洗干净，杀菌啊。然后呢，加自来水也行，或者加桶装水也可以啊。咱们用通用型的或者是百合专用的保温剂都可以来养这个花。因为这个鸢尾的吸水能力比较强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叶面高度不要太高啊，基本上在10厘米以下，问题就不大。这个鸢尾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跟剑兰一样，它叶子比较多，所以说咱们要把叶子一定要清理干净啊，就把这叶子的根部一定要扒干净，尤其是进水的部分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叶子的根部扒干净啊，不要留这个根啊，不要留叶子的根部在里面。这个杆子叶子一定要扒到这种程度啊，就是叶子的根部啊一定要扒干净，不要留下叶片，否则的话就很容易泡烂。另外一个鸢尾有点像郁金香啊，所以说有时候会有泥，所以说咱们在插皮以前啊，一定要清水把这个杆子，尤其是没入水中的部分一定要清洗干净啊。咱们把这杆子冲洗干净以后啊，然后呢，因为它这个鸢尾的吸水能力比较强，咱们希望它吸水稍微慢一点，所以咱们可以平剪根啊，不用斜剪啊。咱们平剪根以后啊，马上放到水里。因为这个鸢尾呢，它这个花瓣啊就比较弱，而且它开出来的朵比较大，所以说咱们一个皮里不能插太多啊，要给这个花朵的开放啊留下一定的空间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开了以后会更好看。如果挤得太紧的话，花瓣和花瓣有摩擦，会容易损伤这个花瓣。鸢尾跟所有的花基本都一样的啊。咱们如果是水很清澈、很干净，这个杆没有泡烂的情况下，咱们就没有必要换水了。只在水减少的时候，咱们添加一些同样的保温剂就没问题。天天剪根对这个花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。因为这个鸢尾呢，开放速度比较快，所以说咱们在它半开或者基本上开的情况，一定要想办法降低这个环境温度。这样的话呢，它花期呢可能会相对长一点。就是说呢，咱们一定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这种出风口的位置，而且呢，不要阳光直晒啊，要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，不要把它放在这种密闭狭小的空间里啊，这样的话会严重的影响花期。这个鸢尾的花期确实是比较短的啊，跟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。一般情况下，我认为大概5到7天，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。对于这个鸢尾来说呢，首先啊，它是一个块状的花材。有人说也可以说是这种异形的花材，因为开完以后像一个蝴蝶一样，不是那种圆圆的，所以说一般我们可以当做块状花材来用。另外呢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鸢尾啊开了以后，它会有一种那种贵族气质啊，就是感觉比较高贵的感觉。所以说在搭配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把这个鸢尾做一种焦点花来用。就比如说我们插花的时候，把这个鸢尾花插完以后高于其他的花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的整体效果会比较好，像一个蝴蝶一样啊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鸢尾花说
所有各种花材一个简单的养护方式。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。既然想做，咱们就把这个做好。希望呢，买到花的朋友呢，能把这个花养得更好哈。那咱们今天说说康乃馨啊。我们说到康乃馨呢，先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哈。如果出现掉瓣很严重，就是大面积的掉瓣的情况，或者说这个花瓣有腐烂的、萎缩的现象，或者说这个花瓣的外层和内层的花瓣都有那种焦边的现象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，我们应该拍照，完了找这个商家售后。另外呢，我们在收到康乃馨的时候，如果它不脱水，或者说轻微脱水，是没有必要做醒花处理的。我们只要在第一次插花的时候，水量稍微多一点，就可以。当然了，如果脱水非常严重，比如花瓣粘软，我们就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。这个康乃馨呢，容易出现这么几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它很容易泡烂根儿，就是养康乃馨的水很容易浑，甚至发臭啊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花容易折断，就从这个根儿的地方比较容易折断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康乃馨是一种乙烯敏感型的花材，所以要尽量减少乙烯气体的浓度。基本上呢，康乃馨注意这几个问题就能养好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认为康乃馨最关键的点啊，它的关键词就是杀菌，尽量减少细菌的滋生。养康乃馨的水呢，我们建议使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，最好在同时使用一些杀菌剂，比如说二氧化氯或者说是八四消毒液。然后呢，养康乃馨的水面不能太高啊，一般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。如果太高的话，很容易泡烂根儿；太少的话要吸不上水。所以说10厘米左右问题就不大。有些时候呢，这个康乃馨可能会有一半两半的啊，最外层那块可能会有这种烂瓣的现象。我们要把这个烂瓣去掉啊，去掉的时候呢，从根部整个拔出来，不要光拍外瓣啊，把根去掉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在去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叶子呢一定要去干净，从这个根部一定要拔干净啊，就是不要留这个叶子的根，因为这个根泡在水里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，完了呢水呢会很容易浑，要扒得很干净才可以啊。另外，如果咱们看到啊，这个康乃馨如果叶子上面长出侧的那种小包，我们要给它摘掉，因为它会抢这个养分。基本上呢，康乃馨处理呢就是这样就可以啊。咱们康乃馨去完叶以后啊，切记啊，就是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去掉啊，瓶口以上的可以保留，但是瓶口以下的要去掉。咱们去掉这个叶子以后啊，要用清水把这个杆冲洗一下，把碎屑啊，还有这个一些灰尘冲洗干净。这样的话呢，也不太容易产生细菌啊。冲洗干净以后，咱们插花瓶儿，在插瓶儿还切记一点，咱们在剪根的时候啊，不管是一支也好，或者多支也好，45度斜剪以后啊，完了马上插到水里，不要在空气里放。这样的话呢，可能会引起气阻啊。在康乃馨插好以后呢，咱们注意有几个后期维护的点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换水。如果说这个水不浑，没有变味儿，这个杆儿没有泡烂，就不用换水，只是在水减少的时候我们增加就可以，基本上保持在10厘米左右就可以啊，不用天天换水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切记康乃馨的花头是不能喷水的，喷水以后水分挥发不了，可能会容易烂，所以说康乃馨的花头不要喷水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一个瓶里啊插的花不要太多，花和花之间要留有一些空隙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的花期会更长一些。然后我们把这康乃馨插好以后啊，就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环境就可以啊，避免日晒，避免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。这个康乃馨呢，如果说新鲜度好，我们养护得当的话，一般情况下10天甚至10天以上的花期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康乃馨哈，这个康乃馨呢是一种块状花材，就是一块一块的哈，所以说和康乃馨搭配呢，我觉得雾状的或者散状的，甚至线条类的花材，就是不同类型的花材搭配，可能欣赏效果会更好。好，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康乃馨。今天咱们聊聊玫瑰。我们收到这个玫瑰呢，咱们先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啊。首先我们可以拿这个花啊拎起来啊，就是抖一抖，头从下这么抖一抖，
它不应该有掉的东西啊。如果有比较大规模的掉瓣啊、掉叶子这种，咱们应该向这个商家啊提出售后啊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玫瑰是比较容易得灰霉病的啊。灰霉病一般发生在几个位置啊，一个是花瓣的根部啊，还有一个就是从花头到第一片叶子之间，就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节。另外一个就是叶子跟杆的连接处，一般灰霉病是这3个地方，咱们要检查一下。如果要有灰霉病，一般都是在这3个地方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咱们这个玫瑰拿回来以后啊，如果出现比较大面积的脱头，就是头顶了以后就变形了，或者有很多皱纹这种，或者是大面积断头的这种情况下，咱们也应该向商家售后啊。这个玫瑰呢，咱们收到以后，如果说它不脱水，或者是轻微脱水，咱们就没有必要醒花啊。如果是严重脱水，比如说啊，这个花瓣蔫软下垂，或者这个叶子啊蔫软下垂，这种严重脱水，我们要做一下这个醒花处理啊。总的来讲呢，这个玫瑰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说玫瑰这种花材，很多时候啊，它的吸水能力会比较弱，所以说在吸水方面，咱们要做一些相应的工作。另外一个呢，并不是说所有的玫瑰都能开放，有些属于铁头品种，比如说什么苹果杰克呀、什么艾莎啊，这个花本身是开不了的，基本上你来什么样走还是什么样。这个玫瑰的关键词呢，就是吸水。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啊，都是为了促进让这个玫瑰更好的吸水。这样的话呢，它能保持比较长的花期啊。咱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水啊。这个瓶呢，咱们首先用8消毒液啊彻底清洗一遍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强烈建议啊，就是大家尽量用桶装水。就是对于玫瑰来讲啊，这个桶装水的吸水能力是比自来水好很多的，所以强烈建议用桶装水，加上保鲜剂啊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咱们可以加一点那个荷兰可利坚那个 HVB， 对玫瑰吸水是有好处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这个玫瑰的叶面高度要稍微高一点，大概在15到20厘米之间吧。因为它的吸水能力比较差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面高一点，而且木本的不容易泡烂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个瓶子啊，瓶口以下的叶子一定要全部去掉啊，要去干净。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呢？咱们这个每一枝花叶子不能全部去掉，要留个2-3片，因为叶子可以通过这个蒸腾作用帮助花头吸水，所以是有作用的啊。叶子跟刺啊，咱们去掉。我们在去刺跟去叶子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把这个表皮划伤，因为表皮也是这个花材吸水的一个途径吧。另外一个，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玫瑰这个叶子跟杆之间会出现这种心眼儿，这种心眼儿是必须要掰掉的啊，因为它会影响这个水分的吸收。另外大家看一下啊，一般玫瑰都有这种保护瓣，就最外层的花瓣，大家觉得可能花瓣不好，但是花瓣的作用是支撑内部花瓣，让它开的不要太快啊，保护内层花瓣的作用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个外部的花瓣啊，就是保护花瓣没有出现比如说折断呀、脱水啊，就这种情况，腐烂这种情况，我们是不需要摘掉的啊，因为它开完以后它就翻到下去了，所以说保护瓣咱们是要保留的啊。这玫瑰我已经处理完了啊，大家记着啊，这个玫瑰在插进花瓶以前啊，要用清水把根部要冲洗干净啊，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清洁，这样的话吸水会比较好啊。在插瓶的时候，大家千万切记，每一支根啊剪完了以后马上放到水里啊，或者多支的也可以啊，比如说咱们多用几支哈，就是全部斜点根儿，写完以后马上放到水里，不能在空气里放。如果空气里放了以后，要重新剪根儿，这样是为了防止气阻啊。在玫瑰插皮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啊，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高于花瓶，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吸水不畅啊。花和花之间啊要保持一些距离，如果咱们家庭插花的话啊，要有一些空间，花期呢也会相对来讲会长一些。大家如果在后期发现这个瓶里这个花如果出现灰霉病的话，一定要拿出来，不要跟好的花放在一起，因为灰霉病是会传染的。这个瓶插好以后呢，咱们必须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相对来讲啊温度比较低的地方，就不用管它，这个花就应该能开得很好啊。换水呢跟其他的花差不多啊，如果这个水很清澈不浑浊没有异味，我们看到这个花的茎部啊就根部它没有泡烂，这种情况就没有必要换水啊。
只有在水少的时候我们添加就可以，不用天天换水。而且呢，这个玫瑰呢，咱们要避免这个阳光直射和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。大多数玫瑰来讲，因为品种不同，有的会开得比较快，有的开得比较慢，但是大多数玫瑰呢，应该能保持7天左右的花期，应该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啊。最后我们说一下啊，这个玫瑰呢，属于应用很广泛的花材啊，它是一种块状花材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配合这个伞状的、雾状的、线条啊，就是不同类型的花材来配合使用，都会得到会比较好的观赏效果。祝大家呢都能把这个花养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洋桔梗哈。我们收到这个洋桔梗以后呢，要检查一下。大家都知道玫瑰容易得灰霉病，其实洋桔梗也非常容易这个感染这个灰霉病啊，尤其是那些花瓣比较多的那种重瓣品种，也很容易传染这个灰霉病。所以说咱们在收到这个洋桔梗以后啊，要检查一下，如果出现了这个灰霉病的这个症状，咱们要拍照啊，完了找商家进行售后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看一下啊，这个一扎洋桔梗打开以后，看一下有没有腐烂的情况，如果有腐烂的情况，我们也应该拍照啊售后。这个洋桔梗一般情况下呢，没有必要做醒花的处理啊，它只要不脱水或者轻微脱水都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，只要第一次插花的时候水稍微多一点就可以，就没问题。另外呢，这个洋桔梗呢，有很多朋友买完以后说它有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洋桔梗本身呢是一种这个花瓣皱褶比较多的花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茶色的，有很多朋友认为这花就是坏的，但是其实呢，这个花瓣上有皱褶，这个呢都属于这个花的自然的本身的这种特性，所以说这个不是坏的，只要你摸上去它很挺拔，完了很有劲儿，这就不是坏的，它本身的花就是这样啊，就是皱褶比较多。完了洋桔梗呢，咱们在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，这个洋桔梗是比较喜欢糖分的啊，就如果糖分比较多的话，它可能开的会更好，而且花期也比较长。所以说咱们这个洋桔梗的关键词呢，我认为咱们就是在养的时候加一些糖分。咱们在洋桔梗拿到了以后啊，要先准备这个水哈，瓶子还是那句话啊，要彻底清洗干净，用包消毒液之类的清洗干净。水呢，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，如果是纯养洋桔梗的话啊，可以用一半的水，一半的雪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经过测试啊，这个洋桔梗开的是最好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我们要加糖的话，必须要用保鲜剂，因为糖分多了以后，细菌滋生会比较快。如果没有保鲜剂里边的杀菌作用，可能很快水就会浑。总的水位的高度也不需要太高哈，10厘米左右就可以。水整理完以后啊，咱们说一下这个花的处理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洋桔梗呢是一种多头的花材，用这个杆比一下这个瓶子啊，瓶口以下的部分的叶子一定要全部去干净哈。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洋桔梗是有很多小的花苞的，我们要把这种最小的这种啊，就是这个属于半开的，我们可以保留，但是这种最小的这种花苞我们要给它剪掉啊。看，我们只留这种相对比较大的花苞就没问题，因为这种花苞是可以开的。另外一个看到啊，这个叶子和茎秆连接的时候会有这种新的这种芽，这种新的芽要摘掉啊。这个花是多头的，所以从下往上开，但是有的时候最低的那朵花可能会有问题，上面的花是好的，最下面的花有问题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我们把最下面的不好的花剪掉就可以了，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咱们洋桔梗把这个叶子啊各方面的处理完以后啊，一定要用清水把这个杆子冲洗一下，把那些碎屑啊灰尘冲洗干净，这样的话呢也会防止细菌的滋生。插皮以前啊，切记啊，一定要剪根啊，斜剪根45度，然后马上放到皮里，跟其他的花是一样的啊。咱们这洋桔梗呢，一个皮里不要装的太多，花和花之间要留下一定的空隙。大家在后期养的时候啊，如果发现这个洋桔梗出现这个灰霉病的症状，如果有哪枝出现了，一定要拿出来跟这些健康的要隔离，否则的话可能会传染。而且呢，这个洋桔梗呢是一种多头的花，它是从下往上开的，所以说随着上面的花开，下边的花可能会败。再观察到下边的花如果不好的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给它剪掉，起一根剪掉，这样的话呢，
它是不会影响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的。这个洋桔梗呢，不需要天天换水啊。如果说养花的水是清洁的，花杆也没有泡烂，就没有必要换水，只在水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啊。最后呢，洋桔梗其实跟所有的花都一样啊，它也是比较喜欢这种阴凉通风、温度比较低这种地方啊，避免阳光直射跟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。这跟大多数花都是一样的啊。如果说洋桔梗的新鲜度比较好，养护正确的话，我觉得它花期在1周左右都没什么问题啊。你就养得好的话，10天以上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这个洋桔梗呢，是一种伞状花材，就是一枝多头的这种伞状花材。这种花是自带层次的，所以说单独插一瓶洋桔梗也会很好看，因为它自己就有这种高低的层次。如果说搭配的话啊，这种洋桔梗多用在这种填充用，就是跟块状的花材和线条类花材配合的填充用。好，那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洋桔梗养好啊，确实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花，我个人也很喜欢。好，下来啊，这个洋牡丹呢是一个冬春季的花，最好的时候呢，大概是在初春的时候吃到最好啊。我们在收到这个洋牡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的情况啊。如果说它断头比较多，或者说掉瓣比较严重，咱们可以拍照啊，找这个商家进行这个售后啊。总的来讲啊，这个洋牡丹的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小，不是很大啊。一般情况下呢，这个洋牡丹是不会脱水的。但是如果出现脱水的情况呢，我们就需要做一下醒花的处理啊。就是茎秆很软，有点耷了下垂这种情况，我们要用硬纸把这个花整个裹起来，让保持花头跟杆的正直，完了再进行这个醒花的操作。2-3个小时以后啊，花醒完以后就要把这个纸掰掉，咱们只能平插就可以了啊。这个洋牡丹呢，它的特点我认为是花期比较长啊，能养比较长的时间。另外一个呢，它呢在这个平插期的中后期容易出现这种断头的情况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洋牡丹呢，咱们这个关键词是断头，就是怎么把这个断头的问题处理好啊。插洋牡丹呢，我们一般建议用桶装水加保鲜剂，就是通用型的保鲜剂。因为洋牡丹呢是属于一个草本花材，茎秆也是比较容易泡烂的，所以咱们不要用太高的水位啊，就10厘米左右就可以。洋牡丹处理大家要注意啊，首先啊，还是那个跟所有的花都一样啊，瓶口以下的叶子一定要去干净啊，包括侧枝都要去干净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种很小的花头我们是不要保留，因为这种很小的花头是很难开放的，但是同时它又会争抢这个养分，所以说这种小花头我们不要保留啊。相对比较大银露色的可以保留，看像这种花头很多花苞很多的啊，我们保留一个比较大的就可以了，这种其余的这种小花苞要都剪掉啊。叶子呢可以留2片，也不要留多啊，这样就可以啊。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个养料更好的供给这个花头啊。好，咱们这个洋牡丹呢就处理完了啊。在插皮以前呢，咱们一定要用清水冲洗一下这个茎秆啊，把脏东西清洗掉，这样对杀菌或者减少细菌滋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。然后咱们在插皮以前呢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断头的处理方式。首先说啊，它不会拿回来的时候就断头，断头一般都是发生在平插的后期啊。在养的过程中，花苞会越来越大，但是呢茎秆呢它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差，此消彼长，所以说它才会容易出现断头的情况。处理这个断头呢有几种方式啊。第一个呢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保鲜剂，保鲜剂里是有一定养分的，可以供给这个茎秆，让茎秆的支撑度加强。第二个呢，所有的洋牡丹插皮的时候，插进去以后啊，瓶口以上的高度尽量低于瓶高，否则的话它会产生这种杠杆效应，瓶口以上的部分占瓶高的2/3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相对来讲就不会容易断。跟所有的花材一样啊，这个洋牡丹呢，咱们要斜剪根45度啊，斜剪根，剪完以后马上放到这个皮里啊。这个洋牡丹呢，基本上跟所有的切花都差不多啊。咱们插的时候啊，一个皮里插的数量不要太多，
花和花之间要保持一定的空间。我们在日常的养护的时候，这个水不用天天换啊。我们在水保持清洁，然后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前提下，是没有必要换水的。水可能会被吸得越来越少，这种情况下，咱们只要补充这个保温剂就可以了。也要放在这种阴凉、通风、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啊，避免阳光直射和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。如果养护得当的话，一般情况下能得到10天以上的花期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咱们家庭插花的一种花材。冬春季节，我觉得家庭插花首选这个洋牡丹哈。这个洋牡丹呢，它本身有一定姿态，开大了以后啊，我们可以作为块状的花材用。如果说这种姿态比较好的，我们又可以作为这种线条类的花材用。洋牡丹绝大多数的品种啊，它的颜色都很纯，它自带一种类似于小清新啊，或者说是一个春色调的这种感觉。所以我们在搭配小清新类型的花，或者说春色调类型的花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洋牡丹。总之，我认为洋牡丹是一种非常适合家庭插花的花。好，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洋牡丹养好。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北美冬青啊，这个北美冬青呢是一种挺贵的花啊，以前都是进口，最近2年国内有种的，所以说价格稍微降一点，但实际上还是不便宜啊，属于一种比较贵的花。所以说咱们这个花收到的时候啊，首先啊，咱们要检查一下这个花材啊。冬青的价格跟它的长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哈，越长的越贵。所以说你买回来以后啊，如果觉得不对啊，可以量一下，看看这个冬青实际这个长度跟你买的长度是不是一样。如果不一样的话，你可以找商家这个售后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冬青呢，偶尔掉到豆是可能的啊，但是不能大面积的掉。如果大面积的掉豆，甚至这个杆都秃了，这个也是可以咱们找商家售后的。最后一个，我们要检查一下啊，这个豆的情况啊。大家看啊，这个豆是很圆润、很饱满的，这个颜色是很鲜红的啊。如果你收到这个冬青的话，如果这个豆大面积的出现那种皱褶，或者说那种萎缩的现象，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放太长了，你也可以找商家售后啊。基本上呢，冬青呢容易出现的这3个问题啊。一般情况下，咱们这冬青是不需要做醒花处理的啊。它如果做醒花处理，说明这花已经快完蛋了，不行了。这个冬青的特点呢，一个是说相对来讲啊，它的花期是比较长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这个木本花材，包括果实类的啊，它的一个通病就是说它吸水能力比较弱。所以说咱们在处理的时候啊，要从这2点下手。首先这个花瓶啊，咱们一定用8次消毒液彻底的清洗杀菌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建议啊，这个水啊用桶装水，因为桶装水的吸水能力比较好，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加一些 HVB， 可以促进这个花材吸水。木本花材呢，它相对来讲啊，这个杆子呀不太容易泡烂，所以说我们的水面要高一点，水面高呢也会有利于它的吸水。基本上叶面高度可以在15到20之间，都是没问题的。咱们这个水呢处理完以后啊，咱们就开始处理这个花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应该把这个枝杈上啊，这种就是不太结实这种抖，你要给它完全抖落。第二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枝杈上有这种烂的果实哈，像这种啊，这种烂的果实，咱们要把它摘掉啊。还有一个时候啊，一张也拿出来有断的枝，咱们把断的枝要剪掉啊。咱们把这个花呢处理完以后哈，一定要用清水或者是8次消毒液溶剂啊，咱们把这个杆要冲洗一下，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杀菌作用。插皮的时候注意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木本花材，所以咱们一定要切十字口啊。咱们先切一个斜口，然后呢切一个十字啊，十字交叉的口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它的增大吸水面积，水会吸的比较多。剪完以后啊，咱马上放到花瓶里看。咱们在插皮的时候注意啊，因为这个冬青呢，它是有很多枝枝杈杈的，所以咱们要插皮的时候一定要交错着插。这样的话呢，它那个豆和豆之间减少摩擦，它就不容易掉豆啊。咱们插皮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如果有这种豆掉到这个皮里，咱们要给它及时拿出来啊，否则的话豆在水里很容易泡烂的，这样水就会容易变浑啊。咱们再把这个冬青啊插完皮以后，在后期的养护上大家要注意啊。第一个啊，
水能不换尽量不要换，咱们把前期的这个清洁工作做好，只要水不浑，咱们就不用换水，只在那个水减少的时候增加就可以。少换水，少动这个花，它能保持得更久，豆也不那么容易掉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是一个果实类的东西啊，而且需要比较那个湿润的这个环境，所以说呢，咱们一般可以用这种雾状的水啊，大概其把这个豆子简单喷一喷，让它保持湿润。而且水喷了以后呢，它的颜色会很红。你比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，你先喷一下，就会看上去很好看啊。这个冬青呢，在正常室温下就能养得很好啊，20度左右就能养得很好，没有必要呢一定要特别低的温度。这个冬青呢比较怕热，因为温度如果太高了呢，它水分蒸发的快，这个花呢它就会起皱褶，就会蔫。所以说，首先要避免阳光直晒，第二个呢，要尽量远离这个热源的出风口位置，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啊比较阴凉、比较通风的地方，不要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。冬青的花期是很长的啊，如果买的新鲜度足够好，保养正确的话，应该1个月甚至1个月以上，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最后咱们说一下冬青的特点啊，冬青呢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和圣诞这个时间才会有，其他时间是没有的，所以说它是一种比较喜庆的花材。但是呢，冬青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花期很长，所以说基本上如果和别的鲜切花搭配的话，很容易出现别的花已经败了，但是冬青还很好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呢，插冬青啊，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和其他的鲜切花搭配，加一些符合这个节日气氛的装饰，单插一瓶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观赏效果。好，那冬青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花养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跟大家说说一种叶菜啊，叫做尤加利啊。这个尤加利的名字叫做大叶多枝尤加利。还有一种大叶单枝，跟这也是一个品种啊。这个尤加利呢，我们在收到以后啊，要检查什么呢？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尤加利叶子是非常结实的哈，用手得使劲才能给它掰下来。如果说我们这个尤加利拿回来以后，这个叶子发干，这个叶子轻轻一碰就掉，或者出现大面积掉叶这种情况下，说明这个花捂了或者放的时间太长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拍个照，找商家售后啊。这个尤加利呢还是比较皮实的，一般呢不太容易脱水，所以说如果不是严重脱水啊，咱们就没有必要做这种醒花的处理啊。如果要是脱水的话，我们原包装不用拆，剪一下根儿，在水里深泡个几个小时就可以，没有必要时间太长啊。这个尤加利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啊。第一个呢，这个尤加利可能有股味道，我估计买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。它可以作为一种香料啊，因为我很多朋友有时候开车，车里就扔2根尤加利，这样车里就有一种香味儿。当然，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啊。第二个呢，就这个叶子呢，相对来讲啊，就是质感比较硬，它比较皮实，不太容易脱水，比较好养。而且我们这个叶子呢，在去叶子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渗出一些这种粘液来，弄在手上会有点黑黑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大家在收拾这个尤加利的时候啊，可以戴着手套来收拾，这样的话可能更干净一些啊。而且这个尤加利呢是一个木本的花材，它相对来讲啊吸水能力较弱一点，所以咱们在养护的时候啊，对这个吸水能力要多做一些工作啊，让它更好吸水。完了这个尤加利呢，干燥以后啊，咱们可以作为干燥花来用啊。尤加利拿回来以后呢，咱们先准备这个水啊，这个花瓶呢还是前期做一下彻底的清洗啊，比如用80香叶溶剂这种。养尤加利啊，因为它吸水能力相对比较差，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用桶装水加上通用性保鲜剂，最好是能再加一些 HVB， 因为 HVB 呢对木本花材的吸水是非常有效果的。木本花材呢一般情况下它不怕泡烂根啊，所以说叶面可以高度可以高一点，基本上可以在15厘米左右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咱们收拾一下这个花啊。这个尤加利呢在收拾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有时候有这种红色的这种嫩的尖儿，这种尖儿插水以后是肯定会脱水的，这样会造成整体的效果非常不好。所以说这种嫩的尖儿咱们一定要剪掉啊，从那边老的叶子开始把这个嫩尖儿要剪掉，瓶口以下的叶子啊，包括这个侧枝，咱们最好都给它去干净啊。咱们摘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摘干净啊，这个叶子根部要摘干净啊。
在瓶口以下的叶子跟侧枝一定要摘干净，瓶口以下不要叶子，否则很容易捂坏了。咱们这个油压力呢，我觉得关键词是2个字啊，吸水。因为相对来讲啊，这种木本花材的吸水能力比较差，所以咱们在吸水上多下功夫啊。我这叶子都整理完了啊，侧枝来看呢，跟皮儿以下的全部去掉。我们要把这个杆呢，用清水啊冲洗一下，把那个碎屑什么的冲理掉啊。比较粗的枝条啊，咱们要先斜切一个口，然后呢，完了切一个十字口。这样的话呢，增大这个吸水面积啊。如果比较细的杆，咱们斜切就可以了啊。咱们这个油压力插完皮以后啊，水呢不用每天换啊，只要水不浑，我们就不用换水，只在水减少的时候增加就可以了。基本上保持15厘米左右的叶面高度就可以啊。因为这个油压力呢是一个叶材，相对来讲呢水分不太容易聚集啊，而且呢油压力是长了以后啊，它这个空气湿度如果低的话，它也很容易干。所以说咱们可以偶尔啊，咱们用这种雾状的水把这个叶面稍微喷一喷，让它增加一下这个空气的湿度。这样的话呢，油压力可以养时间比较长。最好不要积水，只要保持它叶面湿润就可以啊。然后跟其他的花都是一样的啊，不要阳光直射啊，要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，放在这种阴凉啊、通风啊这种环境里，相对来讲呢，它养的时间比较长。油压力如果新鲜度好，咱们自己养护正确的话啊，我觉得7到10天问题都应该是不大的。它的关键就是让它怎么保持吸水。最后呢，我说说这个我对油压力这种叶材的看法啊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线条类的花材，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这个油压力作为线条来使用。另外呢，这个油压力因为它是这种银灰色啊，感觉有点旧旧的感觉，所以说我觉得它有一点比如说复古啊，就是怀旧啊，就是这种类型的感觉，比较偏欧式风格啊。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搭配这一类的作品的时候啊，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油压力。好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油压力这种叶材养好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今天咱们说这个银莲花哈，也叫秋牡丹。这个花呢是从云南发过来的花哈。收到以后，咱们要先检查一下啊。咱们主要检查几个位置哈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花的花瓣的根部，还有中间的花心的位置。如果没有开的话，咱们就只要看外边就行。这2个位置有没有腐烂、变质或者长毛的这种情况啊？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看一下这叶子啊，这个叶子应该是绿绿的。如果这叶子黄的比较厉害，或者发黑，黑色的这个边儿，那就说明这花动了，咱们可以拍照啊，找那个商家做一下售后啊。另外一个，如果说这个花啊有一定的开放度的话，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机械损伤，因为有的时候它装到箱子的时候撞头的话，它这个花瓣会有比较严重的机械损伤。这几种情况咱们是可以找那个商家售后的啊。这个银莲花呢，因为相对来讲它有一个比较细的脖子，而且它开放比较快，所以说如果这银莲花只要不是很严重的脱水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做醒花啊，因为很容易醒爆。如果说这个脖子已经软了，花头有点耷了、蔫尾这种情况，咱们要醒花的话，一定要用硬纸把这个花头包裹一下，让它保持是直的，不要让它下垂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做醒花处理，我估计有个3个小时左右，一般就能恢复。恢复以后，咱们把这个纸拆了，直接插瓶就可以啊。这银莲花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说这个花容易裂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杆子是个空心的杆子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裂纹，就整个一个杆子裂开这种情况。因为是草本花材，所以说它细菌滋生会比较快，所以杀菌也是很重要的。那咱们这个银莲花，我觉得关键词就说是个开裂吧，因为这个花呢跟别的品种不太一样，大部分的花不会裂，但这个会开裂。花看完以后啊，咱们先看水啊。我建议啊，这个银莲花啊，咱们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，可以呢，咱们再配合使用一些杀菌剂，比如说是84啊或者二氧化氯啊这种东西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对杀菌效果会比较好。当然了，这个瓶儿咱们在装水以前啊，一定要清洗干净啊，最好是用那个84的那个消毒液的溶剂把它清洗干净。叶面高度呢不需要太高啊，因为草本的花材嘛，所以说它这个花呢比较容易泡烂根儿，所以说咱们用10厘米左右的水深就可以啊。水准备完以后啊，咱们把这个花收拾一下，因为这个银莲花的叶子就在脖子这块啊，所以下面没有叶子，很好处理啊。
前面说啊，这个银莲花容易开裂啊，如果这个杆子有开裂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用那个胶带啊，就是这种窄的胶带啊，咱们顺着开裂这个根儿，完了让它转一圈，转完以后，咱们要剪在这个胶带的下方，在胶带的下方剪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持续开裂了。如果开裂的比较长的话，咱们可以分几段啊，咱们就是用胶带固定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不会继续开裂。所以这是一个开裂的这个处理方法。另外一个呢，咱们这个花呢，收拾完以后啊，一定要用清水冲一下。经常跟大家说的啊，插皮以前啊，一定要用清水把这花冲洗一下。这样的话呢，相对来讲，细菌滋生的会比较慢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银莲花呢开了以后，它的花朵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咱们一瓶里不要插太多啊，要保持一个空间。这样的话，给花留出这种开放的空间来。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比较长的时间。咱们每支啊，就斜剪根以后，直接插到这个皮里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花呢，咱们在后期养护上啊，水咱们能不换就不换啊。如果只要这个水保持是清澈的，然后花的杆儿没有泡烂的这种迹象，我们就不用换水啊。如果水吸的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添加保鲜剂、溶剂就可以啊，没有必要天天换水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银莲花呢，它是开的比较快的，它受这个温度的影响，开的是比较快的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个银莲花啊，一定要避免阳光直射和这种热源的这种出风口的位置。如果环境温度高，它会开得很快，就是花期就会比较短。所以咱们要放在一个相对来讲啊阴凉、通风这种地方，它能保持相对来讲比较长的花期。而且呢，咱们这花不能放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里，这样的话呢，对这个花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如果咱们各方面做的比较好的话，这个银莲花如果在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温度里保持1周左右的花期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最后呢，这个银莲花的颜色啊，有白的、紫的，还有粉的，还有粉白双色的这种颜色。我个人感觉啊，首先银莲花这是一个块状的花材，其次呢，我觉得这个银莲花呢有一种田园呀、乡村呐，就这种感觉啊，有一点偏欧式风格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咱们是搭配这一类的作品的时候啊，银莲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好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银莲花养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赵文说花。今天咱们说说这个非洲菊啊，就是弗兰花。这个弗兰花呢是一种很常见的花啊，而现在有很多比较新的品种，而且也是非常漂亮的啊。说到弗兰呢，咱们要检查几个地方啊，一个是茎杆跟花朵连接的位置，还有一个就是花瓣的根部。然后你可以打开看一下里边花瓣的芯儿啊，内部的芯儿不能有腐烂长毛的情况啊。如果有腐烂长毛的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拍照找商家这个售后啊。这个非洲菊呢，我们拿回来以后啊，如果说它脱水不是很严重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这种茎杆是可以支持花头的这种情况，就没有必要做这种醒花处理啊。如果它很软了，花头已经耷了，杆儿已经弯了，这个杆儿支撑不了这花头的重量，开始弯曲了，发软了，这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做这种醒花处理。但是在醒花以前，我们一定要用硬纸把这个花头包裹住，让它保持正直。另外一个，这个塑料袋啊，这个小的塑料袋不要摘掉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花瓣会出现下垂的现象。用硬纸包裹以后，剪根深水泡，一般3个小时左右是可以恢复的。这个非洲菊呢有这么几种特点啊。第一个呢是这个非洲菊的它的花瓣啊比较多，所以说如果有水进去，它就很容易沤烂，所以说花头是不要喷水的啊。第二个呢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品种啊，最早以前的常见品种有一种金色的，我们叫大金，还有一种粉色的，就是它的花瓣是比较长的。那种非洲菊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花瓣后背，只剩一花芯在前面，而且那种情况是不可逆的。所以说大家在挑选尤其是常规品种这个非洲菊的时候，一定要挑选这种外层花瓣比较短的这种，一般这类的花型不容易出现这种后背的情况。这个非洲菊呢是这种草本花材啊，这也是著名的啊，非常容易泡烂根的品种。我们这个非洲菊的关键词呢就是杀菌，尽量长的保持这个平插叶的清洁。花拿了先放一边啊，首先啊，杀菌一定要把这个花皮
用清水或者巴斯调度液这个溶剂清洗干净。第二个呢，建议大家用桶装水，桶装水的细菌含量是比较少的啊，用桶装水加上通用型的保鲜剂，同时添加一些84或者是二氧化氯这类的杀菌剂，这样的话呢，可以保持最大程度的杀菌。非洲菊因为容易泡烂杆，所以说咱们的叶面高度不能太高啊，一般要保持在10厘米以下的高度，如果太高的话，就杆儿很容易泡烂。在这个非洲菊处理的时候呢，咱们收到花以后啊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尽快的把外边的这个塑料套要摘掉啊，因为这个塑料套套着以后，它如果内部有水分的话就挥发不了，就很容易沤烂。但是醒花的时候不要摘啊，醒完花以后马上就要摘掉啊。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非洲菊呢，新鲜的品种啊，它下面都会有一个硬根儿哈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有一个红色的硬根儿，它的强度是非常高的啊。上面的杆子很容易泡烂，但是这个硬根儿是很浸泡的，不容易泡烂。所以说，咱们在插皮以前，这个硬根儿不要全部剪掉啊，我们只要剪掉一个小口，让它保持有一个新鲜的切口就没问题啊。剪完以后马上放在这个皮里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根儿不烂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看这个皮的高矮和你花的高矮啊。因为如果这个花插得太高的话，可能会造成这种吸水不畅的情况。瓶口以上的长度最好是不要高于这个花皮的长度，高在2/3，最高不要高过1个瓶高啊。如果咱们家里有这种绿血丝啊，花一血丝，这应该是24号左右的，把一头从根部啊插到花心里，然后围着这个茎杆旋转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能够加强这个茎杆的支撑力。但是这个操作呢，咱们不要拿回来以后马上做，大概养个3、4天、4、5天以后啊，如果发现这个茎杆有一点偏软了，可以做这种处理。一个皮里呢，最好是不要插的太多啊，要保持空间。在后期养护上，这个非洲菊跟其他花差不多啊，这个水只要不浑，茎杆没有出现这种泡烂的迹象，我们就不用换水了。仅在水缺乏的时候，增加相应的保鲜剂就可以。另外呢，前面跟大家说过啊，这个非洲菊的花瓣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要往花套上喷水，要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环境里，避免阳光直射和这种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。非洲菊呢，只要你买的时候啊，它的新鲜度足够好，养护正确的话，我觉得能够保持7到10天的时间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，只要把这个杀菌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这个非洲菊呢是一种块状的花材，所以在插花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跟伞状的、线条类的、竖线类花材相搭配啊，不同类型的花材搭配呢，会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。而且现在非洲菊的新品种很多啊，漂亮的花也非常多啊，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非洲菊养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叔说花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大花蕙兰啊。这个大花蕙兰拿回来以后啊，咱们首先要看2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这个杆儿，这个杆大家看一眼，应该是绿色的，很绿的绿色。如果这个杆的颜色变得很黄，甚至变成那种咖啡色，而且呢，这杆的表面没有那么光滑，它就会感觉有那种皱纹，就是缩水的萎缩的现象，就是很多皱纹一样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，说明这个花是成问题的啊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要看一眼啊，这个花瓣应该是很完整、很嫩的。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花的花瓣它有很严重的焦边或者发黑，甚至萎缩这种情况下啊，说明这个花是养不长的。如果出现这2种情况啊，一个杆子的情况，一个花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拍照啊，找那个商家进行售后啊。这个大花蕙兰呢，一般情况下啊是不用醒花的。如果说你拿回来以后感觉这个花很软，杆子很软，挺不起来的话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花蕙兰剪一下根啊，整只的泡在水里，大概有个3、4个小时吧，一般情况下能恢复。但是这个大花蕙兰呢，如果有一次脱水很严重的话，即使你救过来，后期也是非常容易脱水的。所以说，尽量不要让这个大花蕙兰有严重脱水这种情况啊。国内市场上的大花蕙兰呢，基本上是2种啊，
每年的大概5、6月份到11月份左右是进口的，质量很好啊，但是呢，相对来讲价格也比较高。其余的时间呢，一般是国产的，它相对来讲啊，价格比较低，但是呢，它质量呢相对差一点，就是比较容易脱水。所以说吸水这个花是很重要的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大花兰的花瓣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花瓣很厚，一般情况下水不容易积存，所以咱们可以适当的喷水。这个大花兰呢，花期啊，相对别的花来讲啊，花期应该算是比较长的啊。那咱们这个大花兰的关键词呢，我觉得就是吸水，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吸水，这是一个养好大花兰的关键啊。这个大花兰最大的问题是吸水的问题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在用水上就要注意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皮儿啊彻底的清洗干净，清水也行，84消毒液的溶剂也可以啊。这个皮儿要彻底的清洗干净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用桶装水，因为桶装水对花材的吸收是比较好的。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，如果想加的话，荷兰可利鲜有一个 HVB， 因为这个是草本的，所以说 HVB 呢可能耐受比较差，可以用减半的。HVB 加一些用也可以。另外就是说，咱们这个瓶里的水位啊，相对高一点，大概15厘米到20厘米之间。这个杆子呢不容易泡烂啊，所以水面高一点问题不大。水面比较高，比较有利于这个花的吸水。这个大花兰呢，在处理上很简单啊，它也没叶子，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较好处理。国产大花兰的缺点是什么呢？它容易软茎，就是会弯啊，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，我们如果从网上买花，经常会有这种防撞杆啊，这种防撞杆就可以。我这个用那个绿胶带缠了一下，能好看一点。把这个防撞杆啊，就是挨着贴着这个花的这个主茎，然后用胶带把它缠一下啊，或者铁丝也行，就让它把它缠结实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用这个棍儿啊，把这个缠结实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不会软了，相对来讲，它能挺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。其余的好办了啊，我们就每只斜剪一下根哈，然后马上放在那个水里。我们国产的蕙兰买回来以后，最好是加一根杆儿，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弯啊。这个大花蕙兰呢和其他的花材是一样的啊，咱们这个水只要没有出现这种浑浊变色的情况，杆儿没有泡烂，我们就无需换水啊。如果它水量不够的话，我们及时添加就可以。第二个呢，因为这个大花蕙兰呢花朵很多，所以说它水分挥发比较快，这样的话吸水比较慢的话就容易脱水。这种情况呢，因为这个花瓣比较厚啊，水分一般不太容易积存，所以说咱们可以用这个雾状的水把这个花头啊喷一喷，增加一下湿度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花能养的时间更长哈。同样的啊，这个大花蕙兰呢，不要阳光直射，要远离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，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的环境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花能养的时间更长。只要这个大花蕙兰的新鲜程度好啊，我们养护正确的话，一般情况下它花期在10天以上是没问题的啊。如果说养的特别好的话，环境比较好，养到1个月都是有可能的。这个大花蕙兰呢是一种竖线条的串状花材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大花蕙兰总的来讲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在插花的时候啊，我们一般是把这个大花蕙兰作为主题花材来用，因为它的体量很大。好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大花蕙兰养好。